你知道我们把它变成跑5000要多少钱吗？1000块。哦，1000块就可以了吗？这很容易耶。价钱可能要差8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捷运汽车。Hello， 早安，不是早安，午安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叫做团点驾训班。团点驾训班，他们里面员工有一台2020年的 CR-V 要我们估价。看买得到买不到，买到以后对于这台车子我们也会做详细的分析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来体验重机考照的感觉。初学者。我考的时候已经是3年前的时候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考照的关卡我有点忘记了，所以待会要来复习一下。重点是不是我？重点你知道今天重点就不是我，是你耶！这就是你。我们去吧。逃避，你看逃避型玩家。你爸爸开什么车？他没有开车，因为 CR-V 是蛮多家庭首选嘛。爸爸在开的车子，我也顺便教你怎么看车。第一个我们会先确认年份，在2020年的，然后第二个会确认里程数，跑5万次。那如果以3年跑5万次，1年跑多少？其实差异很大。好，如果1年1万，我就是平均值。那如果到2万呢？2万以上呢，就是里程数比较多。那如果是1万以下呢，那它就会被我们列入为跑的比较少，使用状况比较少。再来其实是要看等级。那这台车子它有全景有电尾，那它就是1.5的 S 版最顶级的版本。基本上这个车主他都洗干净了，所以呢我们就看不到什么漏油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可以看气门的声音，这还属于正常值。如果比这个再大声一点点的话，那就会担心它的气门的部分。引擎上半部是不是因为机油油泥或者是用的油比较不好，导致它的声音变大？2020年的车子基本上是不太会有问题跟状况。跑5万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做板件的鉴定，看这些贴纸、螺丝，好都有。再来会看这个大灯的年份。捷运汽车呢，现在提供一个二手车线上查询估价网站，输入 AUTOSTAR， 点选呢二手车线上估价，16个厂牌，160个车型，还有5000多笔资料。填上点资料呢，就可以给你一个最精准的收购价格哦，安心透明的一个中古车收购服务。比较可惜是它没有贴任何贴纸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看出来。因为这个叶子板会锁这边会锁2个螺丝嘛，1到2个螺丝。如果你这个看不到的话，我们会从门这边看，最里面这边。这很特别，是用扣的，这没有锁，用扣的，它的制造生产模式比较不一样。然后像这样原矿的内装就会看一下，椅子有没有破损，有没有这些不合理的皱褶。5万就要5万该有的样子，这个方向盘有没有被磨得亮亮的？那这个其实都是新的，还雾黑的，有没有？都很合理。车门基本上这个年份它就会贴车身识别贴纸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有单一个门没有，你就要小心它是不是有更换过。但如果是4个都没有，4个门都更换的几率是不大的，所以那就是等于它这个车子在车门上面是没有贴识别贴纸，4个门都没有。等一下，你知道这新车多少钱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新车大概115万到119万之间，我不确定现在涨到哪个幅度。但是现在因为它面临快要改款，所以它现在的新车折扣大概有10到12万。也就是说这空车大概是105到107买得到。但是呢，这个2020年开3年，对不对？它的市场行情大概还有80万哦，所以这个车非常保值。我们说80万，我们要卖多少？加10%啦，88跟105的新车价差多少？差10出头而已。17。看来江江的数学是不好，蛮烂的。17万你均分到3年。也就是说，你买这个3年的 CR-V 中古车，你只省到15到17万，省的幅度非常小。那当然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留言啊，粉丝的回复说，那我买新车就好了，我干嘛买这个这么贵的车子？不是我们卖的贵，而是说市场行情相对保值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要想，为什么这么保值？市场接受度高吗？都是供需，就是要的人很多，卖的人很少，它价格就会慢慢被拉起来。卖的人很多，要的人很少，它就一直跌。也就是说，它原本以前可能卖75、80都有人买单，就会慢慢行情被追上去。这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房价吗？供需市场吗？类似股票、房价都是。对，就是有需要的人越多的话，就会相对保值一点。对，它就会跑到一个不合理的价钱，就是要买到这个价钱。你不出到这个价钱，你也买不到。可能再看一下轮胎，2020年嘛，3年车嘛，所以跑5万可能是没有换过轮胎。好，有没有？这2024周，所以这个就没有换过轮胎，像是好事。
因为5万公里大部分这种休旅胎就是会磨得差不多，还剩一点点，有没有？这个安全线在这个地方接近要换，其实不用想说要卖车的车主他会去保养换轮胎，几率不大。那这个前轮一样是20年24周，它是倒过来的哦，因为没有2024嘛，它是20年24周，4周是1个月嘛，也就是年中的轮胎。那年中的轮胎符合它的型照上面是年中生产的，那里程数就可以对的比较准一点点，原胎合乎它的里程数。哦，我已经跟这个教练讲好，就是80万跟他买，那车子也没问题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跟他打个合约。走起。合约书我写给你看，基本上哦，不管你是要买车跟卖车，因为大部分的车商他还是用这种定型化契约。好，他写的很好听，定型化契约，但是他其实很奸诈。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写中古车、汽车买圈起来？这是买方，就是它这个长得一模一样，有2个版本。买的呢，就是对我们买车的人有利。他如果是圈卖的这个呢，就是对卖的人有利。好，那他会怎么做呢？这个买车对不对？他就会把这个条款就写得特别严格，比如说变速箱故障可以退车，逾期就违约赔偿。比如说约成立以后不得违约，如果违约就要，比如说我今天给你2万块定金，你就要数倍偿还给乙方。数倍是2倍吗？还是几倍？2倍，看你怎么定义，大部分都是2倍。违约不卖的时候，无法于期限内付清余款，可以没收价款的款项。所以呢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它这上面写的都是保护我买车的买的那个人的利益。好，如果今天它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话，它就变速箱不保证。什么不保证？里程不保证，什么都不保证。如果你去买中古车，不管是自售，不管是其他车商，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把这个合约条文看清楚。因为很多都在这边做手脚。你调一次里程数，比如现在5万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把它变成跑5000要多少钱吗？我还可以这样调。可以，可是这样调是 OK 的吗？好，你猜这样它多少钱？我要花多少钱可以变成这样子？大概2、3万。5万啊，1000块就可以了吗？它只要插一个电脑，那很容易耶。算诈欺。可是呢，如果他在这个合约里面，条款如果没有提到的话，他会偷偷在这边写，以告知的数字为主嘛。他怎么写都可以，比如大部分会写已告知车辆里程不准确。就是如果我有先口头跟您说，这个里程数可能不是真的里程数的话，你们有口头约定的话，就算数，就算以这个算数，对不对？会这样做的人，他当然就是基本上他为了要1000块，价钱可能要差8万，差很多。我用1000块可以赚8万，我不知道行情只要1000块就可以调整，1到5000块，好便宜哦。所以很恐怖。所以呢，他就会写这个东西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。我没有留意的话，我们最后走到法院上。基本上，他有几率可以全身而退，因为他已经有先告诉你说已告知的这个里程数，对。但这样是违法的吧？最恐怖的地方是这样。你说法官会怎么认定？不知道。可是呢，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条文写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切记不要让他写这一条，他跟你讲任何理由都不要写，因为那就代表他有问题。大部分的说法就是说，因为他这个车子原本的仪表坏掉了，换一个新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那现在仪表，比如上面跑5000，对不对？之前好像跑1-2万吧，我也忘了。但不太确定，但其实他改过。这都是话术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合约写完。那我们在写合约，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会查交通监理价值网的记录。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公开的网页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个呢，你只要有 HiNet 账号，我先输入给你看。比如说这个车牌号码是，我就可以完整的去查询出这个车子的年份，2020年7月生产，所以我们刚刚轮胎是6月的嘛，6月7月合理嘛，管辖是当地的监理站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动保，就是他没有贷款，你有时候去买自售，他说不定有贷款还卖给你，那你就会受骗上当。要确保这个车子它其实是干净的状态，可移动产权可以转交给你，过户给你，因为如果没办法过户给你的话，那价钱会差异很大，那就只剩车没有产权，大概价钱就只剩下1/3到1半之间。禁止移动也不能有，禁止移动是代表什么？他可能欠国税局钱，然后他可能法院上有一些诉讼纠纷，
他把这个车锁定了，这个都很麻烦，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查这公路监理加值网，这个你只要就是 High-Net 的账号就可以查。好，我们现在查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干干净净，它也没有过户过，这是一手车嘛。如果有过户，它就会写补换照日期。比如说他去年买就写2022年，然后几月几号这样子。大部分都会付定金给客户。我也讲真的，这个条款里面定金嘛，在任何买卖里面，就是只要超过审阅期7天以后，那你有给定金，基本上你没有履行交易，是真的还是要赔付给人家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1、2天，然后人家就要没收你的定金，那可能稍显不合理。一般来说审阅期都是7天吗？3天以上，至少要3天。我们公司是3天。你如果来我们公司买车，3天内反悔，我们是会把定金还给你。还有一些内容，比如说交车时间，今天6月5号4点19分，它会有一个接管车辆。为什么要写接管车辆的时间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确保你现在这一刻拿到车子的状态是符合这个契约的吗？是吗？其实是为了确定谁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把车开走，我们没办法马上过户，对不对？即便我们开到监理站，是不是还有半个小时？中间有发生什么事的话呢？事故，会有遇过。我今天开着你的名字的车，我答应你要去过户，但是我要开去过户的途中把人撞死，那结果车主是要负连带责任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写清楚的话，你就没有这个连带责任。然后再来就另外一个界定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把这个资料给我？车子资料，国产车一定要有行照、牌灯跟车主的身份证影印本，有这3个我们才可以过户。什么时候把钱给他？比如说我答应你明天给你，那我就要写112年6月6号以前现金给你。那你有遇过就是要买车的人，然后这个时间是有看过那个农民历的吗？黄道吉日过户的时候比较吉祥。买车很多人有，但卖车没有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卖车人就只是想卖而已。就是我已经要跟他分手了，我已经要跟他说再见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不爱他了，不在乎了，不在乎了，不会再爱了，不会再爱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跟你的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的，救命！但是我们要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山盟海誓嘛，对不对？又要有仪式感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卖车吧，谢谢。好，卖车就是离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遇过卖车还看时间的。买车的话就比较会在意，对不对？买车会，我自己也会啊，感觉问题啦，对，感觉问题嘛。再来，我们就会把这个里程数写在这个地方，这边是不是就我刚刚写的担保或不担保？我们也怕被客户骗，即便有那么多的措施跟手段，我们也有遇过被骗的时候。那当然不是客户直接骗我们，他之前被骗了，他被骗了，但他不知，他浑然不知。等到他卖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些检验跟查核的时候，才发现跟他讲的不一样，但他以为是没有问题的，事实上有问题。因为我们写得很清楚，这里程是担保的，这也就是回过头我们刚刚讲那个，有没有？他可以偷偷写不担保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发现你签名了，比如说好，我跟你讲，江小姐这边签名，然后我这样压着，你是不是签名了？那也很笨啊，不合理啊，这个很明显哎。其实我没有跟你讲的话，你有可能会撞。大家就是在买中古车之前不会做一点功课吗？会。但是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人被诈骗？总是会有比例性的人，我试10次，我中1次，我就可以赚30万。其实很明显哎，如果我倒过来呢？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这边帮我签个名，然后你再勾，我再勾，那就比较有可能，因为我不懂，那就会有点麻烦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再来一个内容，就是税金的切换。车子呢，4月份缴牌照税，以这个车的为例呢，牌照税是7120。然后呢，燃料税是4800，牌照税是4月缴，燃料税是7月缴的。也就是说这时候会怎么样？会遇到一个状况，这个车主现在卖给我们，现在是6月4号，所以他还没有缴燃料税，但他已经缴牌照税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写，这个你有缴牌照税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，其实这个不等比例，如果我们照算会要怎么算？一般来讲，其实我们还要给他钱，因为要看月份，看签订的当下的月份。你聪明耶！比例原则。对，我们如果以使用者付费的概念，它是不是用1、2、3、4、5个月？那11920除以12，一个月大概是接近1000块。所以其实他只要付5000块的税金。然后呢，但是他已经付了7120的牌照税，所以就减掉啊。所以我就要给他。其实我们就要写比例分担。他妈妈比例值，好不好笑？谢谢。
然后我这时候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，我就会因为要给他2000块嘛，我就会直接加在车价上面，我就给他80万2000元整，这样会最快。一般的消费者可能不会在乎这个小细节，所以大部分这都是一个条件。当然他今天跟你买81万，说税金要送给他也合理嘛，因为你已经多卖了8000块了，这都是一个条件。但我们公司比较严谨一点点，你好好跟客人解释，让他每一个步骤都不吃亏是最好的。那再来保险是很多人问的地方，保险你如果有保任意险、全险各方面，基本上都是原车主的权益。我们明天过户嘛，过户完他就可以打电话给富邦产险、民泰产险，给一个印章跟存折就可以退掉，这会是最简单的。退掉之后，然后让新的车主再自己来保。我们自己在保我们自己要的，那他是不是退就会有个几千块？那这样加起来其实也是不少钱，一个加起来来来回回可能也是万把块。大部分呢客户他都会说，好啦，我就卖给你，你自己处理。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一个跟他说清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虽然这几千块不是我们该赚的，但是他的权益我们不想让他受损，那我们就会保险会是卖方所有，所以是甲方所有，过户我们会负担，就是乙方负担，然后我们就会写买方名字。合约呢一定要写身份证字号，因为我们都有报税，如果没有身份证字号，我们是没办法报税的。最后我会去跟他写一份真实的，就是告诉大家合约的内容，也趁在我们今天有这么漂亮的助理主持人的状态下面，跟大家分享。这怎么写下去啊？这边都不能录啦。没有拼到他的电话跟地址，对不起，观众们，不好意思，下次我再努力。我脑袋是雪亮的，是聪明的。真的吗？谢谢。真的吗？好了。可以了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。所以你是恋爱脑就对了。我很恋爱脑，除了恋爱以外都很聪明。女人的嘴，后面就没办法播。好了，真的没办法播。走起。测试 CR-V 1.5S 版的0-100加速，账面输出涡轮增压有180匹，但是呢它又很省税金，因为它没有超过1600，一年的税金是1000多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它的动力反应会不会不好？3000转起步。你记不记得上次酷港我们被骂翻了？是我们被骂翻了。那你记不记得它几秒？不记得哎。9.1秒，对嘛？对不对？我们要继续被骂翻嘛？那我要讲实话喽。来啊，我们不怕骂。好，你看它的这个油耗、经济性表现比酷咖好，然后税金又省，2000跟1500，一年差了6000块。那6000块听起来是不多，可是6000块已经差了30%，也就是说它的养车的税金的成本只有酷咖的70%。然后我们担心的性能的部分，其实差距也不大。你说9.1跟9点刚刚差0.5秒，体感会差很多吗？具体没有。任何事情是这样子，我是觉得均衡啦。那这个车子为什么市场行情好？因为它就是均衡嘛，它又可以兼顾空间性，然后经济性，然后又可以给你该有的动力。那当然了，动态的表现，酷咖可能会做的比较不错一点点，它这个市场定位比较不同。可是我觉得这车会这么保值是有原因的。好，那我们测完它的引擎的加速度以后，我们再往下测试 AEB 它的智慧驾驶 Level 1、Level 2的状态。因为2020年就是3年前的科技，看它3年前是不是就用的不错。智慧驾驶我们判断有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 AEB， 就是它在市区上面遇到障碍物，它会不会自动刹停？一个就是在车道上面的自动行驶的状态，跟车系统跟车道维持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这2个部分都做实测。那先是这个，我们 AEB 会做30、50、70、100，没有啦，100也可以嘛。反正观众最喜欢听你的声音、声音嘛，我今天身体不好。声音好，30要开始了。它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？它没有出来。好，我们因为这一次测试30公里，它直接撞上，没有做任何的动作，没有做任何的警示。我们来把时速降低，用时速10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识别度有问题。看来今天没办法给你测100，还是我们拿命玩，测一次就好。拿命玩了，测100。我们降回时速10，
所以它的速度就会很慢很慢。还是我们请甜甜站在前面。我支持。你支持。好，来时速10哦。它不会只有10才会有做动，那蛮难的哎。我们再测一次30好了。其实我们科技这种系统，不用真的这么的，不能完全依赖跟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是一个辅助，但你全信任它，就会造成危险。我们时速30，还是他听到你的呼唤，他很想要让你玩时速100，所以他醒来了。时速10哎，时速是很烂的，怎么搞啊？非常非常烂哎！我们给他测试时速50，看他有没有平反的机会。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今天怎么那么冷静？他刚刚孕吐过。对，我没有啦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大家原谅我。这气球真的是辛苦了。好了，就是它只有时速10可以做动。这个结果用我们每一次公平平准的，大家都同样的状态下面做测试，然后出来的结果就是，我们上次酷港你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它是30停了下来，有50有刹车，但是很可惜有碰到。有碰到。对，那70也有刹车，但是也有碰到。但它都有50、70都有做动，减缓你撞击产生的这些伤害。但目前我们Honda是时速10停下来，30没有，50没有，70还要测吗？算了吧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不骑不带没有伤害。CR-V 有一个比较被人家诟病的，说它的隔音效果很差。我们没有实际的测试过，我们来还原它，来给它洗白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那我们给它定速时速90公里，在每一次的环节都一样的状态下，那实测是多少？好，我们刚刚看有72、73，对，大概落在72到73左右。你记得上次酷卡是多少吗？好像比较低，差不多。72、73其实是一个隔音的数字里面算不错的，因为进口车的标准界限，我们测了那么多车，标准界限是75，也就是说其实它的隔音是好的。那刚没有超过75啊？对啊，它72、3啊，大概在73上下。其实我这次做我的体感也是这个隔音很棒，是好的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流传说 CR-V 的隔音很差，但我们这样做起来，你有感觉它隔音差吗？就蛮正常的，就是一个正常的车，正常的车嘛。对啊。就算旁边有就是比较大声的车，我觉得其实也还好。对啊，而且你平常都坐进口车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种分贝值哦，你每差2分贝、3分贝，它的那个噪音的体感会差1倍、2倍。所以72、3是不错的。那我们这一次实际的体验也是不错的，也是舒服的。不管是轮噪声其实也不高，然后在这个隔音的密闭的密封度也是好。那我们现在上到这个18标，就是高架道路，台北的高架道路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跟车系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。跟车有分 Level 1、Level 2，就是等距离的，前面刹车我们刹车，然后前面踩油门我们踩油门，叫做 ACC 跟车系统。这是 Level 1第一级。那 Level 2就是我们俗称的车道居中，就是呢，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线吗？1线道、2线道、3线道、4线道，它可以稳稳定定的在这个线道中做行驶，这是 Level 2。但 Level 2还有等级之分，有一种呢是它可能碰到线，它会碰到线往右，碰到线往右，它没办法很准确的、很稳定的维持这个车至中的往前走。我这样开起来，它这个至中的效果是不错的，而且这个是2020年的车子的智慧驾驶的科技，很少有至中是这么的中哎。对，现在是不了不起的，可是3年前是这样子状态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也破解了很多的东西，第一个就是对于 CR-V 的隔音，我帮它洗白。这个跟车系统，原来3年前它就有 ACC 全速域跟车跟车道居中的功能。再来就是可是比较令人 shock 的惊讶的就是它的自动刹停，10
只有10它才停得下来，10以上它就侦测不到，不作动，不警示，不刹车。那再加上就是它这一颗复合的，我们这是没有时间测油耗，但复合的有良好的加速性跟省油省税金的这个功能。这个大数据就是你 CC 数越小，因为它里面喷的油越少，基本上它的油耗就会表现得越好。所以1.5的一定会比2.0省油，大部分是这样。你在录了吗？我们已经在录了哦，真的哦。所以你要切换工作模式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在工作模式。所以他工作跟私底下可能是不一样的哦。没有啦，想当初3年前我也是穿过这个护具的，各位。所以那时候是刚毕业。哦，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，但我后来因为我发现天气真的是爆热，而且我之前就是在公司上班，所以我都是晚上去的。哦，你之前做什么？我之前做金融啊。金融哦，看起来不像吧？对啊，你看起来就是钱会被骗光的。我也觉得。看起来就蛮容易被男人骗的。哎，最近好一点了吗？好了啦。他后来有回头吗？回一个大头啦，回头是岸，没有啦，没有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有回头吗？没有。没有回头。没有。那你还好吗？你今天心情还好吗？我很好啊。我们会不会一直录到他哪一天终于放下？有可能1年后，捷运汽车的那个某一支影片将终于解脱。你们觉得我很厌世？今天如果没有 model 来的话，我是不会来的。今天如果你没有找我来的话，我也是不会来的。第一天太久没骑摩托车或者太紧张的状况下，比较容易发生抽筋的状况，尤其是脚部的部分。紧张会抽筋，就对了。会，对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呢累了不舒服，我们就随时下来休息。Let's go。你带一带啊，你带一带啊。我的第一次，不是你的第一次。啊，我第一次献给你嘞。我陪你完成了你的第一次。哦，这样子是不是？你带一带啊。所以黄牌跟红牌都要大型重型机车驾照。驾照其实有分4种。黄牌、红牌，然后从去年4月1号开始，就是考大型重机，不管是什么牌，你可以选择你要是打档的，就是汽车的手牌，或是你要选择这种自牌。那我今天可以练那个就好。哎，那你来这里干嘛？对，就是有帮你准备这个。那就你练这个嘛，因为你会嘛，然后我练这个就好了。还是我会背头？那没关系。好像既然我们来这边，就是我还是会好好学习，开始教起。观众想看的是他，不是我，我只是来协助的。那所以来，我们现在先请上车。我们第一堂先开始从车辆的基本构造讲，先帮我拉左边的这个拉杆。所以你自己的摩托车也这么重哦？对啊，差不多大台。哇哦，左边的拉杆这个叫离合器，所以今天不管我要进档还是退档，我们都必须要做拉离合器的动作，才有办法进退档。好，然后再来是左脚的部分。左脚的部分有2个横，有2个粗的地方，粗的一个细的，横的这个地方。这是国际档还是循环档？这是国际档。国际档。哎，国际档是什么？先勾是不是？国际档就是所谓的1踩5勾，用力往下踩就是1档，在5勾就是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、6档。只要你要升档就是往上勾，只要你是降档就是往下踩。然后踩到不能再踩就是1档。完全不会骑挡车的人跟稍微懂的人的学费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不是很难教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是不是？我们第一天就会让学员直接上路哦，所以是在里面。我比较没有慧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不是。这几公斤这台车？200。这台车有200个油箱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夹直油箱会夹，不管是女人。要夹紧哦！哎，不能乱讲话哦，我们这会被观众骂哦。夹什么？不要被骂，对不对 ？OK， 绝对不能脚开，脚一开的状况下，就暴露了你平常的习惯，是不是？但夏天骑的时候很热，我都会自己用脚扇风。但我的坏习惯，我真的很常骑，我会就是预放的时候会，对，我会预放。但是这时候会衍生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你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，你会人的下意识会乱抓、乱拉，一拉一抓。其实大型重机会发生任何的事故，都是人为操作不当而造成。如果你没有要换挡，没有要刹车，你就是手握好你的把手，相对来说你可以更安全的驾驶。越外侧越省力，相对来说你的刹车可以控制得更好，80%、50%、30%全拉，就不会只有0跟1的刹车力道太强的部分，还有离合器。如果你被发现代考的话，是要5年内不得考照，然后还要罚款，就这样而已。喂，其实还蛮严重的，驾照还要被吊。机车而已吗？汽车不会吧？汽车、汽机，
好吧，不行，拥有的都会被掉。下一步我们就准备发动车辆。OK。好，今天考照的内容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几个关卡过才可以那个得到重机驾照。我觉得重机最难的就是要左右摆动。好紧张哦，看得到很紧张。他是逆向啊，脚不能下来啊。是蛮厉害的啊。都放掉。他骑我。没有，因为你刚刚一开始就逆向，所以我们第一圈其实是逆时钟。这么严格啊？2、3、4。我觉得我不错，我没有撞到那个线呢。对，但是我其实觉得还蛮棒的。技术不错，脑子不好。对。人家地上是不是有箭头？就是其实说真的，两位都是最常犯，所有人都会犯的错。天下男人最常犯的那个。没有，全天下男女人都会犯的错。OK， 就是对，现在女人也蛮多那个。干嘛？手指头太长放在拉杆上面，要握好你的把手。等一下就帮我拉离合器按发动，我们走第2圈。还要来啊？对。田木这一关就是你必须要看前面的脚椎一整排，手指头这时候你刚才说对了，就是可以拉离合器，可以拉离合器控制速度，你还要轻轻的去踩你的后刹车，一开始就先做这2关就好了，然后按发动。好，眼睛看前面喽，眼睛看前面了，看前面脚椎，开始抓离合器，刹车不要踩哦，给我了。第2关蛮难的，来笑他。没有，我也觉得很难。但我真的像我当初是秒，我撑得蛮。我们姿势的部分结束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是欢乐的部分。手套跟那个安全帽没戴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啊，好重哦！我现在要干嘛？哦，你要的。好紧张哦！害怕。哇，哎，可以抓离合器了，对不对？上来再抓。啊！你没有抓太少。我抓太少了吗？但我还是可以耶。好。所有重机骑士的坏习惯，他都展现过。真的，我还是蛮紧张的哎。可是我发现它可以完全不用抓离合器就会自己前进，为什么？有吗？你的车也是，所有的车都是。考到驾照吗，教练？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你说第5关回来的时候，红绿灯出来你要走啊，要走外侧哦，我以为要走到里面呢，那就是技术失误喽，我以为要走到里面。智商失误，对，对不起，社会大众。好了，那我就以后不骑车喽，谢谢各位，我的频道正式关闭了，谢谢。耶，那我们今天就下课喽，喜欢的朋友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下次见，拜拜！不要再见了，拜拜！不用再见了，我好累。今天汽车呢耗资1000万打造汽车主题的游乐餐厅哦，餐厅消费350块就可以免费畅玩所有的游乐设施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卡丁车场，8台连线的赛车竞速模拟器，室内亲子游乐区。现在呢带大家来我们餐厅喽，我们餐厅呢还提供了超级好吃的日式料理，还有串烧哦，KTV 可以做使用，还有呢付费的停车场，让您呢可以欢度快乐的亲子时光。